江路总统府，李冰雪。妈的，我上当了！哎，怎么是你啊？刘子江没有跟来吧？他没有，不过他好像已经发现中计了，在长江路路牌那儿站了很久。那这样，我们马上赶回海军俱乐部，不然的话，那个马伯驹杀来，那可就麻烦了。走。看见没有？后门就这么多警察，估计前门更多。上面还有2个狙击手。现在按这样的情况来看，一会儿我们抢车的时候，一旦交起火来，对我们非常不利。上面2个狙击手，待会儿想办法干掉他们。有点困难，一是因为太高，二来是无法悄无声息地干掉2个人。哼，拿着，谢谢。别撒汗，这上面是乙醚，以备一会儿不时之需。这样，我们2个分头行动，你去那边。兄弟，哎，兄弟，马老大有命，让你们俩换个地方布防。怎么会这样？走。快在这边！联军到了。怎么回事？海军军部的人怎么还没回电话？他们说要请示上级。切，这帮官僚是怕我们打烂他们寻欢作乐的地方。等他们一级一级向上级请示，没有1、2个小时，怎么等得来？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。开打吧！我们也算和海军军部打过招呼了。柴福东就在这里，不然的话，迟则生变。好吧。弟兄们，动手！你们要干什么？不好，看来他们要强攻了。是，这么快？如果我们还不赶紧下去抢车的话，恐怕就来不及了。胡掌柜，等我们干掉了你窝藏在海军俱乐部的共产党，你是自己去海军军部服罪呢，还是我来帮你呢？如果里面没有共产党怎么办？哼，给我一边去！快走！好。还活着的都给我起来！起来！长官，怎么了？给我挨个挨个的搜。是，走。
位长官你好，我是柴队长手下，特奉军命征用您的车，请您配合。柴队长谁？不认识。我们只听周队长派遣，除非你有周队长的指令。走开。这就是您的指令，快开车，去后门小巷。啊！哎，你看，里面又出来好多伤员，好像是真没抓住啊。哎，对了，刚才在东边，他们有个人想从后门溜走，差点被我们人狙击了，但那人还是被他们救回去了。救他们的人好像穿着我们的制服啊。哎，你说共产党会不会假扮成警察混在伤员里面？哎，要看清楚了啊！站住！你们哪个队的？怎么没有编号呢？不许动！你们想要干什么？这里的都是狙击手，你们逃不掉的。抽根烟，不抽，放松点儿。这就对了。啊，来，应该不会，那些人还和咱们的小队长聊天呢。哎呀，我也不想为难你，只要你陪我们走一条街就行了，就当是送送我们。我们也知道，这周围埋伏着许多狙击手，但是其中有几个呢是我们自己人，我的手下会盯死你的。兄弟们，现在有好多双眼睛盯着咱们呢。得嘞，走。涛儿，你们来了。胖子，你上去压住司机，我们上车，赶紧的，来。老实点，别动。你最好站在原地别动，直到我们看不见你。要知道，我们的狙击手会盯着你，你但凡要是有一个小动作，或者说一句话，他们就会开枪。还有一件事情我要提醒你，你已经帮过我们了，他们要是知道了，会有什么后果？后面的话应该怎么说？你自己好好想想。祝你好运，再见。再见。报告长官，人没找着。来，起来。怎么可能啊？怎么可能一个人都没有？我明明看到柴福东他们在这里的，可以藏人的地方都找了，就差拆地板了，可是一个人都没有啊！一群废物！慢点。怎么回事？他们说没有一个共产党。两位长官，你们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，为什么要把海军俱乐部给炸成这个样子？我很难向上头交代。说，他们在哪儿？我的狙击手一直在外面埋伏，没有看见有人从这里出去。难道有地道？滚！这里的武装警察没有几个和柴福东他们打过照面，再加上爆炸现场乌烟瘴气，十分混乱。不好，他们假扮成受伤的警察从这里出去了。什么？马上通知所有人，看看自己同伴，如果有不认识的，那就是共产党。长官，不好了，共产党假冒我们的人抢了一辆车，从后门跑了。你怎么不拦着他们？我没反应过来，以为是其他小队的。他们开车走了以后，我才知道。他们肯定没有走多远，追！是。
喂，让弟兄们把码头仓库驻守的兵撤掉一半。兄弟们辛苦了这么长时间，也该休息一下了。就这样。马老弟，你这是要去哪儿？我去码头仓库会会我的老同学，顺便看看老鹰掉到地面上来会变成什么样子。好一个同学会呀！小狗，我发现他们并没有加强戒备，看来那个马伯驹不知道我们要来。小狗，你知不知道，刚才姐姐我给那个士兵闻的是什么玩意儿？香水儿？啊不，那个蒙汗药。我知道。我看小说，听人家说书的时候都讲过，往嘴里一抹，咔就没了，晕过去了。哟，你还有听书这爱好呢？我都不知道。姐姐教你，刚才那个东西叫做乙醚，关键时刻可管用了。啊。这里是我的仓库，我随时都可以把你干掉。好啊，来呀，伯驹，你知不知道，就算我先让你开枪，第一个中枪的也必然是你。浦东啊，你怎么还在用这两把破枪啊？哼，你何必在这儿说风凉话呢？你不是比任何人都清楚我这两把枪的厉害吗？有人潜入仓库，快拉警报，快！有狙击手，我帮你引开火力，你去对付他。好，小心啊！
老同学一场了。这样吧，你交出蒋千里，我放了你，还可以给你们每个人挑一把好枪。我没听错吧？你还会给我送礼？咱们现在可在军火库里，过不了多久，这解放军就打过江来了。你也不想到时候你的弟兄们无弹可用。你这是在威胁我！队长，快走！快走！这边。老板，可怜我，我很久没有吃饭了。老板。谢谢老板。马伯驹，马队长，你为什么不杀他？你明明有机会杀，为什么不杀？别忘了，他可是这支中共特别行动队的队长，杀了他，他们将群龙无首，方寸大乱。怎么，连这最基本的道理你都不明白吗？我的任务是杀掉蒋天理，不是干掉柴福东。如果老弟不忍心动手的话，我替你干。刘兄，上好的威士忌。哼。老大，怎么样？找到那个地方了吗？放心吧，我派人把附近秘密监视起来了。他们进了那户人家以后，就没有出来过。我打听过了，那房子以前一直是空着的，我估计那儿就是他们的秘密联络点。刘兄，我找到蒋千里了。哎呀，我说老弟呀，我真是错怪你了。没想到啊，你是放长线钓大鱼啊！哎呀，你看我是老糊涂了。来，
我就用这杯酒向你赔罪。好，这一次，他们一个都别想给我跑了。好。卖包子嘞，又白又大的包子嘞！卖香烟嘞！先生，要香烟吗？紫金山。好的，先生。香烟，老刀牌香烟。哎，你们仔细看看，这栋房子看上去只有一个大门，可能还有后门，2层楼还有阳台，但是这一片的住宅都连成了一片，不排除他们能从窗户逃到另一个住宅啊。哎，香烟，卖香烟嘞！哎，老板，过来看看包子，又白又大。这个时候他买烟会不会？这个卖烟的一直都在这一带，都好几年了。柴福东呢，不定时的也会过来买。烟盒才刚打开，没拆过封。我以前也盯过他几次，哎，没发现什么问题。马队长，柴福东这个人平时也抽烟吗？不对劲儿，柴福东像是在探路。啊？文生，通知所有弟兄，按照原定计划强攻。1分钟之后，围剿行动展开，快去！是。队长，头，现在外面什么情况？实在是太正常了，一个可疑的人都没有，太奇怪了。大家10分钟以后立刻出发。问你呢，今天有新的情报吗？文生，你带人去后门守着，不需要强攻，只需要火力反击，不要让他们跑了。是，走。几天之前，我党的4位同志在南京遇害。哼，妈了个巴子！不用问了，一定刘子江。再让我看见他，一定活剐了他。我怀疑敌人就是想断我们的后路。不好，我们已经暴露了。啊？你什么暴露了？我们可能被马步区包围了。什么人也没有啊！隐蔽！哎呀！快点！我们现在已经被困在这里了。边勇，在。你带大山小炮还有张晓先到后门去，他们应该会从后门防止咱们突围。不过你们只做佯攻。5分钟后你们回到这边来。好，小炮，走。小狗，哎，你到天台去对付那个叫子弹的狙击手。是。胖子，有没有问题？准备好了。好。新梅，你赶快收拾东西。10分钟内，我还要你帮我发一封电报。好。老爷子，你没事吧？保护我，保护我！耳朵差点没了。走。
仓库，快让他马上派兵火速增援！快去，快去！刘兄，麻烦你带人去支援一下文胜，我想去会一会那个天才狙击手龙小狗。好啊，老弟，看来你不仅仅是惦记着蒋千里呀，而且还想着招安共匪。如果他可以跟子弹配合的话，我们一定可以战无不胜。好，弟兄们，跟我走。西梅怎么样了？好了。好，那就赶快收拾东西，咱们得赶快离开这儿。要是被马伯驹他们发现，那可就完了。四飞，你知道南京有什么地方比较乱吗？秦淮河畔夫子庙附近，我最熟。咱们今天估计逃不出南京城了，得先找个地方安顿下来。时间已经差不多了，边勇他们那边应该已经完事了，咱们得赶快跟他们会合。青梅，你好了吗？好了，我们走吧。大家小心。走。边勇，你们那边什么情况？后面已经被他们给包围了，现在只能从前面冲出去了。紫薇，你和胖子保护老爷子。好，走，兄弟们，一定要小心。走。哎呀，快！队长，小狗，快点往南边撤，小心！漂亮！熊狗，熊狗，小狗，撤，走，走，走！你叫龙小狗是吧？知道我为什么不杀你吗？你有成为一个最好的狙击手的天赋，可惜没有得到很好的挖掘。你看共产党给你配的什么烂枪？我的枪！如果你在我的手下呢，我会给你配备美产的春田狙击步枪，不论精准度、稳定性，都是全世界最好的。正所谓好枪就要配英雄。柴福东的队伍里面呢，我最欣赏的就是你了。你是我们党国所需要的人。我呸！我。
敢死队从现在开始，由边勇同志全权指挥。明天一早你们就出城，出城之后，在郊区路口会有人和你们接应。那你呢？我去找小狗，稍后和你们会合。可是后天之前，如果还没有跟你们会合的话，那就说明我已经牺牲了。你们要带着蒋老爷子北上，一起完成此次任务。队长，这么严重啊？不可能，你明天一定不是去找龙小狗。时候不早了，大家也该早点休息了。同志们，都回去准备准备吧。走走，走，走，走。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哎，别起来，怎么样？拉倒，没事没事，小事儿。那小子的枪法也不是那么准，医生都说了，只是打穿了肌肉而已。没事就好。哦，对了，他们跑哪儿去了？不知道啊，但应该是在秦淮河一带吧。那可是南京的黑市和鸡窝呀，那一带我比较熟，不然我明天带人去找他们。不急。你先好好养伤，等你伤好了以后再说。头。你要去哪儿？去找小狗。一定要活着回来。你放心吧，我说过会和你们会合的。你说话算数。你想想，柴富东这个人很聪明，他一旦逃到了花街柳巷，那里鱼龙混杂，我们就很难找到他。再说了，那个地方帮派势力众多，我们也弄不清楚情况。要不我们找些帮派来协助我们？这第一呢，他们熟悉这一带；第二呢，老大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我觉得柴福东一向都喜欢突击下手，说不定他会杀到我们这里来。他敢，他来了，我就在这弄死他。
现在外面一切安全。你们呐，这是掩耳盗铃，不能这么干。马伯驹他们又不是瞎子，一看就看出来了。我看呐，安全起见，就不要带枪了。老爷子，这不怕1万，就怕万一。要是真的打起来，我们也要有准备。还打？还打呀？啊，那枪子儿要再往里一点儿，我脑袋就打崩了。我不走，我坚决不走。啊，你们共产党迟早要打过江的，我在这儿啊，反而更安全。蒋老头，我还是那句话，你要是不跟着我们反而更安全。你就留在这儿吧，等马伯驹的人来抓。抓去了，给你针灸，扎你的老命根子，你是明白的。哼，我呸！你个下流胚！你别吓唬我，我坚决不走。坚决不走？你知不知道头为了救你出城冒了多大的风险吗？好了，同志们，战前动员我就不说了。既然副东同志把这次出城的任务交给了我们，我们就一定要完成。老爷子，你也配合一点。我现在只想说一句，我们现在是在敌人眼皮底下，如果说能不开枪，尽量不要开枪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明白。小炮，哎，知道了，师傅。大山，收拾东西，我们走。走。就你呢，走快点。你醒了啊？这是哪儿啊？我家呀。慢一点，你受伤了。大夫说你这是万幸，没有打断神经。我看看，还好，没有发炎。是你救了我？对啊，昨天我回家的路上看到你中枪了，流了好多血，就把你带回来了。老同学，哎呀，给抽根烟。你要我怎么抽？哎呀，你胆子还是这么大呀！都山穷水尽了，还敢来刺杀我？万一你不幸死了，
那蒋千里怎么过江北上啊？你那帮同志又怎么办呢？这是我的任务，就不劳您费心了。这么简单的调虎离山之计，如果我还看不出来的话，哼，那你一定会瞧不起我的。哼，你来刺杀我，不管结果怎么样，我都会全心全意地对付你。这个时候呢，你的行动队就可以带着蒋千里出城。你说我说的对不对？文生，我到。文生，你让子弹跟叶谦带几个狙击手到东城门一带埋伏。见到共产党的话，哼，不要等我的命令，格杀勿论。当然，码头、火车站这些常规的地方也要请警察局加派警力，不能有漏网之鱼。是。老同学呀，我太了解你了，你最爱走险棋。你明明知道我在东城门部署了非常多的警力，所以不会再增援过去了。这样子，你的人随便乔装打扮一下就可以混过那些哨兵。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嘛。你说，我说的是不是？佩服，佩服。不过依我之见，你怎么不把全城的特务营，还有武装警察，全都调集到城门口，以防不备呢？要不要我把这小子带到我那儿，好好收拾收拾？这位兄弟，有什么话就直接跟我说。你不服是吧？你不服，我现在就弄死你！文生，下去吧。老同学啊，我了解你。你如果不想说的话，我把你手剁了，你也不会说的。果然是老同学。久仰久仰啊！早就听说你是条英雄好汉，今日一见，果然不同凡响。原来是明镇3军的刘老板呐，难得一见。废话少说，蒋千里在哪儿？哼，我要没和这老头在一起，我哪知道他在哪儿？你现在要不说，我马上可以杀了你。哼，悉听尊便。我说你老盯着我干嘛？你心里清楚。哦，哈哈，我明白了。你是想让我亲手杀了你，对吧？在这之前，我就和马老弟商量过，你的脑袋我要亲自拿下。那就有劳刘老板了。不客气，马老弟。马上把城里的武装警察和特务队再抽调一部分到东城门，千万不要让煮熟的鸭子插上锅瓢给飞了。老同学，念在你我同窗一场，我先去干掉蒋千里，你就在这儿练练枪法吧。留在这里，好好休息一下啊。给。你怎么知道一定是在东城门？最近东郊渡口不太平，我的人来报，总有些江对岸的客商过来。大战在即，这种事情太反常了。看来老弟功课做得很不错。哼，柴福东，他在苏联学习的时候可是有名的高材生。我不做点功课，怎么赢得了他？那为什么要等等再杀他？
这么厉害的人对我们来说可是一个大威胁，夜长梦多，应该早点除掉。我觉得他有秘密。秘密？什么秘密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，这和我们当时截获的那封电报有关。哎，你指的秘密，是不是那个所谓的刺李行动啊？刺李行动到底是真是假？还有柴福东跟他是不是有关系？这些事情，我们两个没有办法证实，但有一个人可以打探到。哦，什么人呢？这么厉害？你说的不会是苏小姐吧？哎呀，英雄难过美人关呐！看来这个柴福东对咱们的军中之花还是念念不忘啊。不过我听说老弟你好像也是在争风吃醋，对吧？哎，别这么看着我呀，我这可是什么情报都有。哦，对了，我觉得吧，在这种问题上，那个柴福东他没你高明。你看啊，你把这么个大美人弄到你身边啊，这叫……哦，对了，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。好了，咱们还是言归正传吧。我们接下来的目标就是把蒋千里干掉。现在这个时候，共产党他们应该已经到东城门那儿了。走吧。小心！追兵了，怎么办？小胖，看看有没有后门。老板，有没有后门？没有。师傅，没有后门。啊？没有后门。我们现在已经被包围了，怎么办？妈的，不许咱们冲出去！等等，必须等张晓和大山把老爷子送回来再突围。哎呀，咱们再这么拖，谁也别想出去了。哎呀，我的祖宗啊！啊，我去那边，你走那边。好。好汉饶命！好汉饶命啊！好汉饶命啊！鼎鼎大名的蒋千里，原来就是这么个怂货啊！别杀我！别杀我！我是假的。放开他！孙内，你最好老老实实的把枪放下，不然我一枪崩了他。你听他的话，把枪放下，不然我没命了。我知道你们的任务是安全的把他送到江北，你不会把这个任务断送在你的手上吧？哎，马老大，对，他们已经被包围了，就在东城门口一间绸缎铺里。蒋千里逃跑了，叶贤已经去追。是马老大。好，
保证完成任务。马老弟，既然已经把他们包围了，我看就多派些人手去协防吧。这帮共产党，个个都不是等闲之辈啊。哦，对了，你手上不是有2个特务连吗？干脆把他们都调过去。那可是保护总统府的预备队，绝对不行。报告，进来。人带过来了。哟，苏大美人，你可来了。刘老板，刚才他还跟我说呢，如果想从柴福东嘴里撬出点什么东西来，靠严刑拷打那是没有用的，所以就靠你了。再说，你才是伯驹兄弟的秘密武器呀！怎么，盗壶你啊？别，快点把枪放下！快点！掌门上线！妈了巴子！走啊！赶紧的！福东啊，我是来告诉你一个坏消息的。你的人在东城门口被我们包围了，蒋千里我也抓住了。那对你来说，不是一个好消息吗？柴福东，说实话，我很佩服你的骨气。你死到临头了，还这么从容不迫。这样吧，我就看在你和伯驹老弟是同学的份上，我就用我这把特制的科尔克左轮手枪送你上路，怎么样？多谢刘老板的好意。好吧，咱们该走了。咱们先干掉蒋千里，好送这位老兄上路。咱们不能让他等得太久嘛。除了苏月以外，任何人都不准进来。是。妈了巴，这么多好人！老爷子，你要再一个人跑，我可救不了你了。我不跑，我坚决不跑了。师傅，他们回来了，太好了，大家准备，抢上他！老三，这手榴弹吗？有个半成品，半成品也行，里面有枪。行了，别磨叽。是，快点！行。
来了，不光是来看我这么简单吧？你来这儿干什么？就是为了刺杀马伯驹吗？哼，这是我的任务。你的任务就是为了来送死吗？其实你是了解马伯驹的，他这个人既不贪财又不好色，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追杀蒋千里的身上，你很多方面都赢了他，他不会放过每一次击败你的机会。你知道吗？他每天只睡1-2个小时，剩下的时间都在查看南京城所有可疑的人物。他甚至制定了无数的方案。实话跟你说吧，你们逃跑的路线，他早就摸透了。这次你来，对你的任务没有任何的帮助，只能白白送死。福东，就算你不怕死，你们共产党不怕死，你应该为你的家人和朋友想想吧。你这样做太自私了。自从你加入共产党的那天起，你就太自私了。你从来只想着你的信仰，你的共产主义，你从来没有考虑过我，所以你根本不可能来找我。为了你的革命事业，你可以什么都不顾，你可以不带任何感情。你们共产党难道就是这样的吗？没想到，老弟跟我一样都是工作狂啊。不过，被苏大美人夸奖真是幸福啊，那比获得青天白日勋章还受用啊。伯驹老弟，我这一路上从上海到南京，几乎所有的朋友都托我炒黄金卖地皮。如果像马老弟这样的人再多一点，党国也不至于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。哼，党国的兴衰荣辱都是我分内的事。越是在艰难的时刻，越是能够展现出你对党国的忠诚。国之栋梁。其实我来还有一个目的，我知道我要死了，只不过有一件心头事实在难以放下，所以看在你我多年的情分上，可不可以在我死后帮我一个忙？什么忙？帮我杀了刘子江。我这么说，你肯定觉得很唐突，但是我可以给你讲一个故事。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叫做厉冰雪的名字？这个人一直以来为了隐藏自己的身份，杀死了我们很多同志。我曾经在延安见过他。这个人城府很深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。他已经潜入国民党内部多年，但是没有想到，他的上峰马上就要动用他这枚棋子了。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李冰雪是谁？刘子江。这么简单的离间计就可以蒙得了我吗？你是不是搞错了？刘子江可是杀你们共产党的高手，是你们共产党的叛徒。不过我相信，他这次刺杀李宗仁一定会成功的。他要自杀？他看你们国民党大势已去，现如今只想立功，把自己从前的罪过一笔勾销。这个人就算再有本事，共产党再能放得过他，我柴福东也绝对不会放过他。刺杀地点就在总统府门口，时间是后天中午。看来柴福东说的是有理有据，而且连个人恩怨都带出来了。马老弟，宁可错杀1000，也不放过一个。我现在就是厉冰雪的最大嫌疑人。这样吧，你还是把我抓起来吧。刘兄，你说笑了。柴福东想把我们当小孩子一样耍，亏我还跟他认识10年啊！
实在让我很生气。不过这也奇怪啊，像他这么精明的人，怎么会犯这么愚蠢的错误呢？我的老同学，你应该和刘子江坐在一起吧？我给了你一个立大功的机会，你以后叫升官发财了，千万别忘了谢我。有意思，原来他早就知道了，故意耍我们玩呢。看来这条疯狗开始乱咬人了，咱们送它上路吧。开门。老同学，这么幼稚的离间计有意思吗？你觉得有意思，那就有意思。我们在南京这两战呢，第一战你赢了，蒋千里被你劫走了。但是要把蒋千里送到江北这第二战，你是输定了。蒋千里是离不开南京了，不仅他离不开南京，你跟你的那帮兄弟们也别想离开南京。是吗？那这南京城还真的是挺欢迎我的。如果你们继续留在秦淮河畔的烟花柳巷里，或许我还不能这么快找到你们。我大概只能估计出你们出逃的路线，但具体的时间，我却没有办法知道。多亏你来行刺我，正好暴露了你们出逃的时间。调虎离山，离间我们两个。这是小孩子的游戏，哼！我们同窗这么多年，副东，今天你算了，就让我送你最后一句话，请讲吧。一路好走。我看你们呢，都不要这么伤感了嘛！啊，这是件好事情嘛。再说了，这位老弟他又不是死在别人的手里。哦，对了，我说到做到。我说老弟呀，这在我们这儿可是最高待遇了。记住，这枪里面只有1发子弹。柴副东，如果我们能够早一点重逢，我一定会选择和你加入共产党。我们一定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的。能不能让我走得亲近一点？老同学，这就当我送给你的临终礼。伯驹，能不能送我最后一程？我说让你送我最后一程，其实是想让你送我出城。咱们老同学这么久了，你都听不懂我的意思是吗？这里是我的秘密指挥室，你以为威胁我，我就会放你出去吗？除非你把我打死，否则你出不去。别废话！柴副东，没想到你小子还玩这一套，这可是小人所为啊！我劝你，还是赶紧把枪放下。老同学，别把场面搞得这么难看了，传出去不是给人笑话吗？哼，我柴副东要是死的话，早都已经死了800次了，还怕什么名声不好听吗？大丈夫能屈能伸，事到如今，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做。
说，我想给手下发一封电报，想用你们的无线电设备。哼，刘兄，麻烦你把整栋大楼给包围起来。他的枪里面只有1发子弹，如果他想要靠劫持我离开，就把我们2个都给杀了。除非他想同归于尽，不然他不会开枪的。你坐下。待会儿我会让你帮我发一封电报，记住必耍花招，还不照他说的做。是。2位也该出去了吧？马伯驹，你当真以为我不会开枪吗？苏月，把门关上。等时机到了再进去救他，不然的话，马伯驹会有危险。好，你们快去召集人马，把整栋大楼给我围住。是。把手举起来，不然我就开枪了。另一只手。你别再想办法了，你枪里面就只有1颗子弹，你出不去的。我虽然只有1颗子弹，但是结果你还是没有问题的。坐下。你一开枪，他们就会进来，把你给打死。虽然我现在只有1颗子弹，1把手枪。但是我知道，在这楼底的仓库里面，有很多把好枪。你现在可以让我的弟兄发电报了吧？我是应该现在就让他发电报的。可是遗憾的是，我并不想让你看。坐下。你要掉下去了，我可救不了你。你说过不杀我的。往上爬，记住千万不要停下来。你要不照做的话，我可就一枪打死你。还有，你想想，现在如果我开枪的话，下面的特务是会打你呢，还是打我？我就要倒计时了。你做好准备。3，准备什么？2，1。
这个电报是从马伯驹那里发出来的。也不知道他能不能从马伯驹的大本营里逃出来。那边有个人，快过来看看！老弟，你没事吧？哪里喊叫？窗外。柴福东去了顶楼，他一定想办法绕到我们的军备库，里面有很多的弹药。来人，到！看守现场。是。走。走。等等，我到楼下看看，你们先上去。走。里面什么情况？没什么情况。好，你。怎么是你？他给我换了衣服，还打了我一拳，拿枪指着我，非逼着我爬上来，还让我半个身子挂在天台外面，还说我想跑或者回头，他就一枪打死我。门口，站住！跟我回去。站住！别逼我，再逼我，我真的开枪了。想不到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最了解我的人还是你。要是从前就好了。柴福东呢？让他给跑了。跑了？怎么会让他跑了呢？哼！来，小姐，欢迎您和朋友来海军俱乐部。谢谢胡伯伯，这次多亏有您帮忙。你太客气了，严老板对我恩重如山，区区这点小事，我怎么可能拒绝呢？
我们不会给您添太大的麻烦的，明天一早就走。小姐，我问你个问题，您和您的朋友是不是都是共产党啊？哦，您看我不该问的，我不该问。胡伯伯，我有点事要忙，我先走了。哟，王老板，好久不见了。美女，来，也敬你一杯。我有点事儿，先失陪了。没事没事，下次聊。王老板，我也有点事儿，我们改天再聊。好好好，下次聊。怎么办？出不去了，出不去了！怎么不溜达？你这个糟老头子，我师傅都是因为你死的，我掐死你！小胖，小胖，行了，云贵已经死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已经死了啊，兄弟。行了，行了啊。大家看看谁来了。队长，你回来了。生者尚悲歌，死者常已矣。我们真的还有好多事情要做。众位弟兄们，明天一早我们就出发，一定要把蒋老爷子成功的护送出城，否则怎么对得起已经牺牲的勇哥呢？从今天以后，我们一定要按计划行事，一步错，步步错。头，今天早上你实在太冒险了。哼，不改变一下路子，怎么骗得过他？马伯驹是个聪明人，诸葛亮大唱空城计，也只是能够迷惑一下司马懿。马伯驹现在肯定已经在办公室里绞尽脑汁地想：我今天为什么要去刺杀他？为什么要使出如此拙劣的离间计？他想的越多，我们成功的几率就越大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我相信马伯驹现在应该已经在计划如何去监视刘子江了。柴福东这次单独来行刺我，显得太不谨慎了，有点不计后果了。再怎么说，他也是义军统领，放弃蒋千里，单独跑到我这儿来，实在有点太不明智了。万一出了什么差错，不就只有死路一条吗？这不是柴福东的做事风格。对，这就是我担心的。柴福东一向心思缜密，使得这2个计都太简单了，不像我认识的他。这么反常的行为，到底为了什么？难道是厉冰雪？这应该是柴福东瞎编的吧？要是换个角度想，如果厉冰雪刺李计划是真的，唯一能够让我放松警惕的方法就是把这件事作假。昨天我们截获的第2封电报，内容是：今日告诉厉冰雪具体刺李计划，后天中午总统府门口。他故意说给我跟刘子江听的。而且我们截获的时间正好是你和柴福东交火的时间，这应该不可能是他发的。如果刘子江就是厉冰雪的话，这些事情就都成立了。我怎么越想越觉得这件事是真的？马老大说了，不能被刘子江发
第一个任务一定要做好啊！哎，相机带了吗？妥妥的，带。大哥，借个火呗。哎，火有，快拿来呀！哎呦，有，来，给你点上。谢谢。哎呀，不客气。这两个雏鸟，瞧你那副德行，你不也一样吗？干正事儿。谁？